1984年万圣节前夜，为了庆祝万圣节的来临，街道上的小朋友穿着各种可爱的鬼怪装扮，正在逐家逐户地敲门索要糖果。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时，一场策划已久的邪恶计划也即将发生。一名快要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在家中遭遇了可怕的袭击。案发时，她的丈夫不在家，女儿躲在了沙发后面，所以他们才侥幸存活了下来。这场可怕的袭击仅仅持续了10几分钟，但是却给这个安静的社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警方在介入后，很快了解了案件的经过，没过多久，他们就锁定了最大的嫌疑人。可是，在经过调查后，最终的结果却令人感到心碎。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这里位于硅谷的中心地带，是硅谷重要组成城市之一，许多高科技企业的总部都设立在这里。案件主人公多林出生于1952年11月29日，案发时31岁。多林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大家庭里，他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他在家排行老4。她是一个外向善良的女孩，凡事都喜欢替别人着想。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因此她也结交了很多要好的朋友。乐于助人的性格使她决定从事医疗行业。她通过考试获得了相应的从业执照，之后在当地找到了一份物理治疗师的工作。经过朋友的介绍，多林认识了未来的丈夫麦克。麦克是一名工人，在一家制造企业从事喷漆工作。麦克的性格与多林截然相反，他不善于交际，也没有什么朋友，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谈过恋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麦克内心的不自信，由于他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导致他在说话的时候有些口吃。听力障碍使他需要常年佩戴助听器生活。当年的助听器可不像现在这样小小方便，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笨重的设备，使用的时候需要把一个很大的接收器放在腰部，同时还要把天线露出来。这让麦克在生活中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同时也让他有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他对社交非常抗拒，在聚会中也永远是躲在角落里的那个。善良的多林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相反，他对麦克非常有好感。在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后，两人在1975年举办了婚礼，成为了夫妻。1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保罗。保罗的到来给这个年轻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初为人父的麦克更是对儿子疼爱有加，他非常享受他作为父亲的角色。可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多林和麦克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他们的问题一方面是来自养孩子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麦克当时正在接受抑郁症的治疗。多林由于无法忍受麦克喜怒无常的表现，所以他提出了离婚。两人在1997年正式结束了夫妻关系。多林获得了保罗的监护权，而麦克每周有一次探望的机会。离婚后，麦克一直单身，而多林很快遇到了她第2任丈夫查尔斯。查尔斯当时28岁，是一家地毯店的老板。两人相遇的场景跟电影桥段差不多。多林的轮胎漏气了，路过的查尔斯帮他换好了备胎，然后两人就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从此慢慢熟络了起来。查尔斯不仅对多林非常体贴，连他的儿子保罗也非常关心，于是在认识没多久，他们就走到了一起。1997年11月，多林与第2任丈夫查尔斯有了自己的女儿迪安娜。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后，两人的感情也更加甜蜜了。多林辞掉了治疗师的工作，开始帮助丈夫打理店铺的生意。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也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在仅仅过了几年后，一场意外就悄然发生了。1980年2月1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多林正在家里做着家务，而他3岁的儿子保罗则在自家的后院里玩耍。多林会定期查看保罗，以确保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可是在过了一会儿后，保罗就突然消失了。多林在察觉后急忙跑到了院子里寻找他的下落。当他看到院子的栅栏下面有个洞时，他朝着洞口的方向看了过去。这时他的心都要碎了，他心爱的儿子保罗漂浮在了泳池里。保罗被紧急送往了医院，但是在经过抢救后也没有挽回他的生命。3天后，保罗离开了人世。保罗的去世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现实。但是尽管这样，多林和查尔斯还是尝试着走出这段难过的经历，而保罗的生父麦克仍然沉浸在悲伤中无法自拔。
失去了唯一的纽带后，麦克很快消失在了他们的生活中。4年后，查尔斯和多琳走出了阴影，在经过多次尝试后，多琳又怀上了一个男孩，他的预产期在1984年11月末。查尔斯夫妇非常期待这个即将到来的孩子，他们提前置办好了衣服和玩具，不过这一天他们永远也等不到了。1984年10月31日，这天是万圣节前夜，当地警局办公室接到了查尔斯歇斯底里的报警电话。查尔斯声称他的妻子在家遭到了袭击。接到报警后，警方和救护车立即赶往了案发现场。在到达后，他们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多琳，她的丈夫查尔斯就站在她的跟前。查尔斯满身是血，情绪非常激动。医护人员在检查后发现多琳还有生命体征，于是救护车立即把她送往了医院。按照处理流程，警方需要先清空房间，在确保房间内没有人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勘查活动。但是他们在检查房间时，在沙发后面发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正是多琳和查尔斯的女儿迪安娜。迪安娜明显是受到了惊吓，她躲在沙发后面一动不动。对于这种情况，警方必须要谨慎处理，因为她可能是唯一的目击者。出于保护迪安娜的目的，警方把她送到了心理医生那里进行疏导。他们尝试在这个年幼的孩子身上找到任何可用的线索。同时，查尔斯作为第一嫌疑人也被警方带回了警局。在所有工作处理完毕后，警方设立了警戒线，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案发现场的门是打开的，门上还挂着万圣节的漫画。走进房间后，警方首先发现了一个被扔在地上的狼人面具。由于面具上沾了血迹，警方首先作为证据把它保存了下来。在仔细检查后，警方又在门廊的天花板上发现了一些印记。通过分析这些印记，警方判断这应该是凶手在挥刀时不小心留下来的。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来看，凶手使用的武器一定是一个又大又长的砍刀。结合袭击的恶劣程度，警方很快得出了结论，这是一起非常愤怒的报复性事件。这时，警方得到了医院传来的消息，31岁的多琳由于受伤严重，不幸离开了人世。警方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接受询问的查尔斯。查尔斯在得知后非常激动，他的情绪接近于崩溃，在审讯室里大喊大叫。由于查尔斯身上沾了大量的血迹，加上他的各种奇怪举动，不由让警方怀疑他可能就是凶手。在等他的情绪稍微平稳后，警方立即对他展开了细致的询问。根据查尔斯的说法，在案发前，他一直在家给上门讨要糖果的小朋友分发节日礼物，而他的妻子则带着女儿出门参加了万圣节的活动。由于家里的糖果已经分完了，等妻子和女儿回家后，他决定再去商店里购买一些糖果和饮料。当时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他在临走时特别叮嘱妻子要锁好大门。他在商店购买完糖果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在朋友家待了一会儿后，大约9点左右回到了家中。当时他家的大门是打开的，他的妻子倒在了地上。看到妻子出事后，他出于本能地按住她的伤口，想要给她止血，所以他的身上才沾了大量的血迹。听完查尔斯的描述后，警方稍微打消了疑虑，他们找来了他的朋友，朋友给他作证，当晚他确实去过他们的家。虽然这时警方基本打消了查尔斯作案的嫌疑，但是考虑到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嫌疑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警方还是暂时拘留了他。此时现场勘查的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房子外面的道路上发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血迹，在血迹消失的地方有很明显汽车开走时留下的痕迹，因此他们判断这些血迹应该是凶手留下来的。由于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血迹究竟是来自于受害者还是凶手，所以他们先采集了这些血液。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很先进的分析技术，警方只能依靠血型来确定血迹的来源。接下来，警方在案发附近进行了走访，他们试图在周围寻找有效的目击者，可是他们走遍了几条街道，都没有人注意到当时发生了什么。虽然没有人看到案发的经过，但是有一名目击者说，在案发的前几个小时，他确实注意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根据这名目击者的描述，他在下午7点左右看到过一个戴着狼人面具的男子出现在了多琳家的对面。由于今天是万圣节前夜，所以这种装扮并不奇怪，他也就没放在心上。不过他注意到，这名男子看起来并不像是刚刚和邻居们一起过节的人，因为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站在那里盯着他家的房子。听到这里，警方提起了兴致，因为他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相同款式的狼人面具。
这个意想不到的线索把警方带到了一个新的嫌疑人面前。根据多琳的遇害场景，警方判断这个凶手一定对他非常痛恨，于是他们把嫌疑人的特征对他的邻居进行了描述。邻居们一时也想不出究竟是谁对他有如此大的仇恨。不过其中一个邻居提到了多琳以前的感情生活。这位邻居告诉警方，多琳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她与前夫麦克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这位邻居不仅提供了多琳前夫的名字，并且还给警方提供了他家的住址。这时距离案发也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于是警方决定去麦克家看看。麦克的家距离多琳家非常近，大概只有3公里的距离。警方很快赶到了那里。在到达后，他们在车道上发现了一辆汽车。警方拿着手电筒朝里一看，结果他们在方向盘和挡把上发现了血迹。这时警方心里有底了，于是他们走到了麦克家门前，开始敲门。经过一阵敲门声后，房间内并没有回应，但是他们却在门口听到了非常清晰的冲水声音。听到冲水声后，警方立刻意识到房间内肯定是有人在清理证据，于是他们加大了敲门的力度。这时的门终于打开了，麦克穿着一件睡衣，右手插在兜里走了出来。警方直接表明了来意，他们说是来调查他的前妻多琳遇害案的。在经过短暂的交流后，麦克同意警方进入了房间。当警方询问他是否愿意让他们搜查他的家时，麦克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声称自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于是警方拿出了一份搜查同意书，接过纸和笔后，麦克伸出了插在兜里的右手。警方立刻注意到他的右手受伤了，于是警方问他：“你的手怎么了？”麦克解释说，他在切菜时不小心刀划了出去，他在抓刀的时候没有抓住刀柄，手被刀刃割伤了。警方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好在他最终签下了搜查同意书。于是警方对房间进行了轻微的搜查。警方在他的卧室里发现了一些血迹斑斑的衣服，另外还在厨房的地板和屋外的草坪上发现了血迹。由于血迹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是割伤手后留下来的，于是警方决定逮捕麦克，他被告知涉嫌谋杀。现在麦克已经成了最大的嫌疑人，那么原本嫌疑不大的查尔斯就可以被释放了。随着查尔斯洗脱了嫌疑，警方开始试图了解他的前夫麦克可能犯下的罪行。可是在被捕后，麦克一直坚称他是无辜的，并且声称他在案发时有不在场证明。麦克告诉警方，他在下午4点就回家准备今晚的活动了。他和母亲吃过晚饭后，就上街开始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直到晚上8点30分左右，他才回到了家中。虽然麦克给了警方一个时间表，试图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但是由于他们两家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所以警方完全相信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犯罪。尽管警方心存怀疑，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这意味着他们不能长时间的拘留他。如果在48小时内无法找到有力的证据，那么按照相关规定，麦克将会被释放。接下来警方一刻也不敢耽误，他们立即增派了人员前往了麦克的家，他们对麦克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经过仔细检查后，警方找到了2件非常重要的证据。警方在他家的壁橱里发现了一张五金店的收据和一把长刀的商品标签，另外他们还在麦克的车库里发现了2个手工打造的棺材和一张去往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的地图。虽然这些发现看起来令人感到不安，也能让警方联想到作案动机，但是这也不是直接的证据。于是麦克在被捕的48小时后，警方还是释放了他。尽管放走了他，但是警方还是认为麦克仍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他们需要更加确凿的证据才能逮捕他。调查到这里，警方把注意力转向了多琳的女儿迪安娜，希望她能指认出是谁袭击了她的母亲。警方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终于让迪安娜回想起了当晚发生的事情。根据迪安娜的描述，她的父亲在出门后，她就和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的母亲以为是前来讨要糖果的小朋友在敲门，于是便起身走到了门口。可是在开门后，一个头戴面具的男子拿着刀就冲了进来，接着他听到了母亲大喊让他快跑。在听到母亲的呼喊声后，他立马躲到了沙发后面。在过了一会儿后，这名凶手就走到了房间里，他似乎认识迪安娜，他一遍遍地喊着她的名字，想让她走出来。在过了几分钟后，房间内就没有了动静。当时他并不确定凶手到底有没有走，所以他一直躲在沙发后面，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直到警察找到了他，他才确定自己安全了。虽然迪安娜的记忆非常清楚，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证明麦克就是凶手。
调查到这里，警方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需要尽快找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案子。于是警方决定调查麦克的私人生活。经过了解，麦克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是因为他失去了儿子所引起的。他的儿子保罗在去世后，他丢掉了工作，变得更加自闭了。麦克一直认为是多林和查尔斯有意害死了他的儿子，所以他对两人提起了诉讼。但是这场诉讼最终以失败告终，法官判定多林和查尔斯胜诉。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麦克彻底崩溃了。现在警方已经确定了作案动机，同时之前在案发现场采集到的血液分析也有了结果。经过血型匹配，案发现场的血迹确定来自于麦克。1984年11月11日，警方第二次逮捕了麦克。麦克被逮捕后仍然拒不承认这一切。为了巩固案件的证据，警方又拿着在麦克家搜查到的收据到五金店购买了一把相同型号的砍刀，然后他们对多林的伤口进行了对比。另外，警方还通过他们家的电话簿联系上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表示，麦克曾经在去年的万圣节活动中戴着一个大灰狼的面具参加了派对，当时他看起来非常兴奋，还拍了很多的照片。警方通过这名女子获得了当时活动现场的照片。经过对比，当时麦克戴的面具与案发现场发现的狼人面具属于同一个。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于是他们对麦克提起了诉讼。1988年7月，在麦克被捕的4年后，案件终于进入了审判流程。在法庭上，控方向陪审团陈述了麦克的作案动机和手段。他们认为麦克失去了儿子后，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由于他无法接受诉讼失败的结果，所以他心生恨意，准备报复查尔斯夫妇。从他家的车库里发现的那2个一大一小的棺材和地图表明，麦克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他们提出了麦克在计划绑架查尔斯夫妇后，准备亲手把他们送进坟墓，但是最终他没有执行原来的计划。他们合理的怀疑，应该是在万圣节活动中上门讨要糖果的孩子彻底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这些孩子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保罗，所以他再也无法压制住内心的愤怒，决定现在就要去执行他的计划。于是他戴着狼人面具实施了犯罪。在陈述案情时，麦克的辩护律师并没有否认他的当事人犯了罪，相反，他认为麦克由于离婚和失去儿子的事情导致了他精神出现了问题。考虑到这种情况，他认为麦克不应该被追究责任。给麦克做心理评估的专家也作证说，麦克具有精神分裂的症状，他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完成了犯罪。经过1个月的等待，最终陪审团还是做出了有罪的判决。麦克因1级谋杀和2级谋杀罪被判处死刑。虽然麦克被判处了死刑，但是截止到现在，他仍然被关押在死囚牢房里。现年71岁的他从未对犯下的罪行表示过悔意。不过多林的女儿迪安娜已经原谅了他。迪安娜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选择原谅他，因为我不想余生都憋着那份愤怒。我想我的妈妈也会希望我过好以后的生活。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咱们下期见。